最近王一博登上智足 GQ 4月刊封面的消息，确实在时尚圈和大众视野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这次的主题定调为攀高复心境，光听这几个字就能嗅到一股不满足于现状、执意向上的气息。整组大片索性把拍摄阵地直接拉到了城市高空，用极具视觉压迫感又无比开阔的钢架结构与天际线作衬，把香奈儿骨子里那份摩登金贵跟王一博身上坚硬与柔软并存、锋利与沉静共生的多面特质严丝合缝地揉在了一起。说实话，如今看男艺人拍杂志，早就过了单纯比谁穿得贵、谁 pose 摆得帅的阶段了，大家更想看到的是人物与空间与服装之间能不能碰撞出真实的化学反应。王一博这组片子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他没有在演一个高冷的时尚符号，而是把自己这些年摸爬滚打攒下来的底气与阅历，原原本本地铺在了镜头前。看着他站在高空边缘那种不疾不徐的松弛状态，你很难不暗自感慨，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怎么就能把野心和沉稳调和得如此恰到好处？这种不张扬却极具存在感的表达，恰恰是当下内娱影像里最稀缺的东西。先拆解主峰这套造型，他几乎是把香奈儿男装的剪裁哲学给吃透了。酒红色亮面皮革夹克一上身，那种带着点攻击性的力量感瞬间就立住了。香奈儿的男装向来以利落、精准著称，硬挺的皮料本身自带冷硬锋芒，很容易穿的板正，甚至带点距离感。但王一博偏没用那种端着的姿势去硬扛，他肩背微微放松，重心下沉，下颌线收得干净利落，愣是把冷峻的皮衣穿出了一种游刃有余的金贵。内搭选了最基础的纯白打底，一下子就把深色系的沉闷感给破开了，整身造型瞬间有了呼吸的余地。腕间那块 Chanel G12 绝对是点睛之笔，经典的黑白陶瓷材质跟酒红皮衣形成低调的呼应，不抢戏却极其压得住场。他俯身趴在高空钢架上，背后是鳞次栉比的城市天际线，一抬眼看向镜头时，眼神里那种属于少年的桀骜还没完全褪去，但底色已经换成了成熟男性的笃定。我个人挺偏爱这种眼神的处理，他不讨好，不刻意讨好镜头，就像是在平静地传递一个信号，高处风大，但我站得稳。时尚这东西，说到底拼的从来不是衣穿人还是人穿衣的口号，而是衣服能不能成为表达态度的媒介。王一博显然已经跨过了那道门槛，他没有被大牌的光环裹挟，反而让单品成了他个人气质的延伸。另一版封面则彻底换了叙事节奏，走的是以松弛感取胜的路子，但反而更抓人眼球。深蓝色香奈儿衬衫，面料的垂坠感极佳，领口随意解开2颗，那种我不费力就已经很好看的慵懒腔调一下就漫出来了。他站在高空露台上，单手插兜，风把发丝吹得有些凌乱，却一点都不显邋遢，反而添了几分随性自在的少年气。身后的摩天大楼错落有致，画面构图一下子被拉得很开阔，真有点于高处见天地的格局感。很多人穿基础款容易显平淡，但他偏能把最简约的单品穿出独一份的高级感。我觉得这其实跟他的肢体语言和自我认知密切相关，他不急着去向世界证明什么，所以姿态才敢这么松，呼吸才敢这么匀。香奈儿一贯的优雅摩登，碰上他身上那股清冷又干净的少年气，算是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双向成就。现在看多了精致到毛孔，恨不得把奢华元素全堆在身上的硬照，偶尔看到这种带着点呼吸感，甚至能让人感觉到风拂过衣角的画面，反而更让人心动。他无声地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型男风范，从来不是靠堆砌标签，而是靠骨子里的那份从容与自洽。翻到内页大片，攀高的主题被玩得更深了，每一个场景都像在小心翼翼地挖掘他身上的隐藏属性。有一张他手握单杠悬空而立，手臂肌肉线条绷得利落又流畅，黑色针织上衣贴身却不紧绷，把他常年练武、骑摩托、做各类体能训练攒下来的力量感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你能清晰地看到那种属于男性的坚硬与锋芒，不是健身房里刻意雕刻出来的块头，而是实打实用汗水和时间打磨出来的实用型力量。另一组水花四溅的动态镜头里，他穿着深色印花衬衫立于水中，湿发贴在额前，眼神却清冽的像能穿透水面。动态的水流与他静止的躯干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冲，张力瞬间拉满。说实话，每次看到他在这些高强度、高要求的拍摄里游刃有余的样子，我都会联想到他骨子里那股行动派的特质。他不太爱说漂亮的场面话，但凡是上手就追求极致。这种把身体当武器，把镜头当战场的态度，在当下的流量语境里显得尤为珍贵。时尚大片早就不是简单摆拍，它需要模特有极强的核心控制力和情绪输出能力。
王一博在这几组动态画面里的表现，真的让人觉得他是在用身体写故事，而不是被动的被记录。当然，如果只有锋芒毕露，人物形象难免会显得单薄甚至扁平。这组大片最妙的地方，恰恰在于他给了王一博一个卸下铠甲的角落。在黑白光影交织的特写镜头里，他垂下眼帘，敛去所有外放的锐气，只留下一层薄薄的温柔与沉静。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经历了高空的强风和城市的喧嚣之后，突然被拉进一个绝对安静的私人空间，让你毫无防备地看到坚硬外壳底下那颗依然会敏感、会柔软的心。很多艺人拍杂志，生怕露出一丝疲态或脆弱，恨不得时刻挂着无死角的完美面具。但王一博偏偏敢把这种收的状态交出来。我个人一直觉得，这种敢于示弱的坦诚，反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强大。他让人意识到，他之所以能在那么多高压、高竞争领域里穿梭自如，不是因为他天生冷硬或麻木，而是因为他懂得在什么时候该亮出锋芒，什么时候该回归柔软。这种自我调节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其实比单纯的业务技能更难得。看着这张黑白特写，你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也会突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一直默默关注他。不是因为他永远在发光，而是因为他偶尔的暗淡与沉静，反而让他的光显得更真实，更有温度。把视线拉回品牌层面，作为香奈儿的品牌形象大使，王一博跟这个百年时装屋之间的默契，早就超越了品牌给资源、明星去站台的商业逻辑。从红毯到秀场，从杂志封面到日常私服，他几乎把香奈儿男装的每一种可能性都试了个遍。最让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他硬生生打破了大众对男装必须硬朗阳刚的刻板印象，把品牌的先锋精神、优雅格调跟自己那种不被定义、不断破戒的人生态度完美共振。香奈儿骨子里是鼓励自由、打破边界的，而王一博的人生轨迹恰恰就是一部攀高不止的连续剧。这次 GQ 的登高大片，算是把这种精神同频拍到了极致。坦白讲，如今奢侈品牌选代言人，越来越看重价值观与精神契合度，而不是单纯看短期的流量数据。香奈儿敢把这么有质感的高空叙事交给他，本身就是对他个人价值的一种高度背书。而他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用一种极其克制又精准的视觉语言，把香家型男这个词重新定义了一遍，不是那种精致到没有温度的橱窗模特，而是有血有肉、会思考、有主见的现代男性。这种双向奔赴的合作，在当下的娱乐圈生态里，真的越来越显得珍贵且清醒，跳出时尚圈的滤镜。这组封面其实也是王一博个人生命状态的一个绝佳注脚。从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全能偶像，到大荧幕上死磕细节的实力派演员，从专业摩托车赛道上风驰电掣的职业车手，再到时尚领域里自成一派的风格标杆，他好像从来没在任何一个舒适区里躺平过。每次大家以为他已经触到某个领域的天花板了，他偏要往上再探一步。这种攀高从来不是盲目的内卷，而是带着清晰目标和极度自律的自我迭代。很多人总爱夸他天赋异禀，但只有真正跟过他行程、看过他训练花絮的人才知道，他背后的试错成本和隐忍的汗水有多大。骑摩托摔过无数次，拍戏为了一个微表情熬到凌晨，练舞练到肌肉拉伤还继续抠细节。他的人生赛道上没有捷径，全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这次 GQ 封面里那种于高处见天地的开阔感，其实是他这些年不断跨界、不断试错后攒下来的底气。我个人一直觉得，王一博最戳人的地方，不是他有多红，而是他那种只管往前走，少问值不值得的纯粹。在一个人人都在精算投入产出比的时代，这种近乎笨拙的专注与执着，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品质。说到底，王一博这次制足 GQ 4月刊的封面，早已不只是一组视觉漂亮的时尚大片，更像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不署名的公开信。他精准记录了他当下的人生截面，有锋芒但不刺人，有沉静但不沉闷，站得高但依然把脚踩在实地上。杂志的封面终究会随月份更替而过刊，但他在这组影像里传递出的那种攀高复心境的精神内核，是可以一直往下生长的。期待未来的他，继续带着这份不被定义的锐气与温柔，去爬更高的山，去看更远的风景。也期待他能始终保持现在这种清醒与自洽，在喧嚣浮躁的娱乐圈里，守好自己的节奏与步频。毕竟，真正的型男从来不是靠几套高定或几个热搜堆砌出来的，而是靠一次次真实的突破，一场场安静的沉淀，慢慢长出来的骨骼与血肉。看着他一步步走到今天，作为旁观者，除了由衷的佩服，更多的是一份踏实的期待。路还长，山还高，风也依然会大，
但好在他始终在路上，且步履不停。